大家好，我是赵雪。视频开始前，请回忆一下，您是否曾在飞机上遇到陌生人请求换座，理由听起来总是合情合理，让人不忍拒绝。但今天我必须郑重提醒，您的善意很可能正被一群精心伪装的骗子盯上，成为他们实施诈骗甚至盗窃的第一步。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一场在全球航班上悄然上演，利用人性弱点进行的精准狩猎。在今天的视频里，我将为您彻底揭开这些打着换座幌子的最新航空诈骗套路。我们会从骗子如何筛选目标、搭讪话术的设计，到换座过程中实施的偷窃、欺诈等每一步操作进行全景还原。更重要的是，我将教给您一套从直击到落地、滴水不漏的自我防护法则，让您既能保持善意，又能牢牢守住财务和安全底线。在进入主题前，如果您真心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出行安全，请先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这样就不会错过颐养晚年频道未来更多关乎您切身利益的实用生活攻略。在这里，我们只揭示那些主流媒体很少会系统揭露的安全陷阱。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在评论区输入1，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最温暖的支持。若您或亲友也曾有过类似的机上遭遇，也欢迎留言分享，我会尽我所能为您分析解答。好了，让我们系好安全带，正式开始这场关乎财产安全的空中防御战。首先，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扭转一个观念，飞机早已不再是从 A 的到 B、D 的封闭、安全的单纯交通工具。在骗子眼中，万米高空的客舱是一个绝佳的、临时性的封闭犯罪现场。这里人员相对固定，流动性在数小时内降至为0，乘客处于放松或疲惫状态，警惕性天然降低，空中与地面联系不便，报警响应存在延迟，而且机舱内环境嘈杂，局部动作不易被广泛察觉。所有这些因素都让航班成为了心怀不轨者实施精准短期作案的温床。而换座请求则是他们打开您安全防线最自然、最不易被拒绝的一把万能钥匙。您可能会觉得换个座位而已，能有多大的风险？无非是麻烦一点。但请您试想一下，当您离开自己原本精心选择、熟悉周边环境的座位，提着随身行李，穿过狭窄的过道，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座位区域时，您对自身物品的掌控力在那一刻出现了短暂的盲区和脱节。您的注意力分散在了安置行李、适应新座位、与周围新面孔协调上，而这个瞬间往往只有几十秒到1-2分钟。对于训练有素的骗子团队来说，已经足够完成一系列您无法想象的操作。他们研究的正是人性中乐于助人的闪光点，并以此为毒饵，布置陷阱。那么，这些骗子究竟是如何盯上您，又是如何一步步引您入瓮的呢？他们的操作往往呈现出专业化、团队化、情景化的特征，绝非单人临时起意。第一步是筛选目标，请您对号入座一下。如果您符合以下特征，那么您在骗子眼中的价值就大大增加。您是单独出行的旅客，尤其是看起来面善、温和的中老年人或女性，您携带的行李看起来比较精致，或者您在使用最新款的电子设备，您在候机时显得比较悠闲，可能还在翻看奢侈品杂志或处理金融信息。这些外露的信号都会让您成为他们的优先观察对象。第二步是巧妙搭讪与提出请求。骗子的接近通常毫无攻击性，甚至充满亲和力。他们可能会以“您好，我的手机好像没电了，能麻烦您帮我看看航班信息吗？”这类小事开启对话，建立初步的善意链接。随后，核心请求登场，换座理由五花八门，但都极具说服力。先生女士，实在不好意思，我母亲年纪大了，第一次坐飞机有点害怕，我能和您换个座位，好坐在她旁边照顾她吗？或者我有点晕机，这个座位靠近发动机太吵了，您那边的座位靠窗靠过道，会不会方便跟您换一下？真是太感谢了。语气恳切，表情焦虑，甚至还会出示登机牌，很可能是伪造的来佐证。这时，绝大多数善良的人在公德心和同情心的驱使下，很难说出那个不字。一旦您点头同意，陷阱便正式启动。这就是第三步，也是诈骗的核心阶段，利用换座过程实施犯罪。这里根据骗子团伙的不同专业方向，主要有3大类套路，请您一定要听仔细。第一类是偷梁换柱的盗窃套路。当您起身收拾行李时，同伙会非常热心地前来帮忙，或者故意用身体、行李制造轻微的拥挤和遮挡。
就在这混乱的几秒钟内，您放在前方座椅口袋里的护照、钱包、手机，或者放在脚下背包侧袋里的贵重物品，可能会被迅速摸走。更隐蔽的一种是，他们趁机将您行李中贵重物品替换成重量体积相似的杂物，等您在新座位安顿好，飞机起飞后，才发现财物不翼而飞。而当时坐在您原座位附近的人，早已在之前的混乱中调整到了机舱其他位置，甚至可能因为突然不适而在中转站提前下机。第二类是环环相扣的金融诈骗套路，这种更为可怕，目标是您的银行账户和移动支付。换座后，您的新邻居骗子的同伙会开始与您攀谈，他们往往知识渊博，谈吐得体，很快就能获取您的好感和信任。聊天中，他们会无意间透露一些所谓的内部投资机会或紧急兑汇需求，在取得您进一步信任后，可能会以机上网络信号不稳，帮忙操作一下，或借用手机热点紧急处理公务为由，请求使用您的手机。一旦手机解锁并落到他们手中，他们便能通过一系列快速操作，窃取您的敏感信息，甚至利用短信验证码和您的身份信息，远程操控您的银行账户。等您落地开机，收到的可能是账户被洗劫一空的短信通知。第三类是栽赃陷害的威胁套路，这种套路极其阴险，常针对国际航班。在换座过程中或换座后，骗子的同伙会悄悄将违禁品如少量毒品、未申报的巨额现金塞入您的随身行李或您新座位附近的储物空间。随后，他们或其另一名同伙有时伪装成机组人员或安全人员，会在航班途中或落地安检时发现这些物品，并当场对您进行指控和威胁。面对人赃并获的局面，惊慌失措的您很可能在他们的恐吓下选择破财消灾，支付巨额的封口费或罚款，从而落入无底洞般的敲诈勒索之中。听到这里，您是否感到后背发凉？原本一次好心的换座，竟可能演变成财产损失甚至人身安全的噩梦。您可能会愤怒又无助地问，难道在这个人与人之间需要互信的社会里，我们连在飞机上帮人换个座位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吗？难道善良真的成了我们的软肋吗？请不要灰心，答案绝非如此。善良永远是人类最宝贵的品质，但我们保护自己的铠甲也必须足够坚韧。在这个频道，我们始终相信，真正的智慧是在保持善意的同时，拥有辨别真伪、规避风险的能力。接下来，我将为您提供一套完整、可操作的空中安全守则，让您既能优雅地帮助真正需要的人，也能让骗子无缝可钻，彻底无机可乘。但在分享具体方法前，我必须做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防范策略，其核心目的是提升普通旅客的安全意识与应对能力。如果您在航班上已经遭遇了可疑情况或切实的犯罪侵害，请务必在保持冷静的前提下，在一时间通过呼唤铃寻求机组人员的帮助。现代客机上都有完备的安全预案和执法程序，机长有权利在必要情况下联系地面执法机构。永远记住，在万米高空，专业的机组人员是您最可靠的安全屏障。切勿因害怕麻烦或息事宁人而私下与可疑人员交涉，这可能会让您陷入更被动的境地。好了，现在请跟随我一起学习如何构建我们坚不可摧的空中安全防线。这套方法将从您踏入机场值机柜台开始，一直延续到您落地取完行李，贯穿整个旅程。第一篇章，登机前筑牢思想的防火墙，保护安全，意识先行。在上飞机前，我们就要调整好心态，做到内紧外松。内紧是指内心要保持一份合理的警觉，明白封闭环境存在特殊风险；外松是指外表保持从容平和，不要显得过分紧张或东张西望，那反而会吸引不必要的注意。值机时，如果条件允许，尽量选择靠过道或靠窗的座位，避免夹在中间。这不仅能方便自己，也能减少被陌生人频繁打扰需要起身的机会。拿到登机牌后，不要随意丢弃或拿在手中显眼处，最好和其他证件一起收好。在候机厅，尽量避免旁若无人的清点大量现金或展示贵重物品。使用公共充电桩时，务必保证手机和行李在自己的视线和触手可及的范围内。第二篇章，登机后黄金10分钟的定锚法则。找到自己座位后的最初10分钟是建立安全领地的黄金时间，请务必完成以下动作：行李安置，大件行李放入头顶行李舱时，尽量放在自己座位斜前方的位置，这样您一抬头就能看到。
小件背包或手提袋，如果行李舱空间足够，建议也放上去，而不是塞在脚下，后者更容易在混乱中被触碰。如果必须放在脚下，请将袋口朝向自己，并用双脚轻轻夹住或靠住。重要物品清点与定位：护照、身份证、大额现金、信用卡、手机等核心财物。务必统一放在一个随身小包或固定口袋，如衣服内袋中，并确保这个包永不离开您的身体。即使在座位上，也最好将小包的带子缠绕在手臂或座椅扶手上。切忌将手机、钱包等随意插在前座椅背的口袋里，那是机上失窃的最高发区域。环境观察：友好地观察一下您前后排、左右邻座旅客的大致特征和神态，形成一个初步印象。这并非要您怀疑每一个人，而是为了建立环境基线。一旦有异常人员接近或周围出现不寻常的动静，您能更快察觉。第3篇章，面对换座请求，温和而坚定的4步回应法。当有人向您提出换座请求时，请务必遵循以下步骤，它能帮助您有效甄别真伪，并得体的应对。第1步，倾听与表达理解，不要急于做出决定，先耐心听完对方的理由，并可以回应，原来是这样。我理解您希望和家人坐在一起，身体不太舒服的情况。这一步既展现了礼貌，也能让您观察对方是否自然。第2步，委婉说明情况，寻求协助，这是关键的一步。您可以微笑着表示，不过我提前很久特意选择了这个座位，我习惯坐在靠近走廊的位置。换座位的话，最好先请机上工作人员来帮忙看一下，他们更了解座位情况，也能按相关安排来协调。请注意，您并没有直接拒绝，而是将协调的提议转移给了机组人员。第3步，留意对方反应。确实有需要的旅客通常会接受这个提议，甚至感谢您提醒他去请工作人员帮助。而另有可能的人，听到您要请来工作人员，可能会显得不自然、紧张，或者尝试说服您不必请工作人员，希望和您私下解决。他们或许会说，这点小事不用麻烦工作人员了，他们现在很忙，等等。这类反应需要您留意。第4步，及时联系工作人员。只要您有所顾虑，或者确实不想换座，请自然地按下呼唤铃，请工作人员过来。您可以当面向工作人员说明，这位先生女士想换一下座位，麻烦您帮忙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安排，将问题交给工作人员处理。他们受过专业培训，既能帮助有需要的旅客调整座位，也能更好地保障客舱秩序与安全。请记得，在机上，工作人员是维护秩序和安全的主要人员，向他们求助是稳妥可靠的选择。第4篇章，如果已经同意换座，及时检查随身物品。如果您已经答应了换座，且离开了原座位，请立即做好以下检查：物品随身带，在移动前，确保所有重要物品和小包都已随身携带，不要在原座位遗留任何东西。留意行李，移动时尽量留意自己的行李箱，特别是放在行李舱的大件，可以请对方麻烦您先过去，我拿一下行李，稍后过来，给自己留出独立取放行李的时间。到达新座位后检查，坐下后得一时间以整理物品为由，快速检查自己所有行李的拉链、锁扣是否完好，重要物品是否齐全。如有任何疑问或发现缺失，请保持冷静，及时联系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机舱内通常有记录，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您处理。第5篇章，飞行途中保持适度距离。长途飞行中，与邻座友好交流是愉快的，但也请保持适当的距离。注意信息，避免过多透露个人信息，如详细住址、具体行程、是否独自出行等。可以聊一些旅行见闻、风俗文化等轻松话题。设备保管，请勿将已解锁的手机、平板电脑等交给他人使用，哪怕只是借用拍张照片。如需使用机上网络，请谨慎进行涉及个人信息的操作。饮食注意，离开座位前，最好将未喝完的饮料盖好，或请工作人员收走。谨慎接受帮助，对陌生人提供的食物、饮料或主动提出帮您看管物品等情况，请保持警惕。第6篇章，落地前后保持有序。飞机降落前及滑行阶段，请保持有序，避免忙乱，不要急于起身拿取行李，以免在忙乱中给他人可乘之机。取行李时，再次确认是否为自己的行李，并检查锁扣是否正常。在廊桥或摆渡车上，请保持物品贴身，注意周围人员。如有人在出口以检查、复查等名义，请您单独跟随，请留意对方是否出示了正式证件，并可向机场服务台核实情况。
通常工作人员会公开有序地执行事务。朋友们，从留意一个换作请求背后可能的情况，到了解一系列从登机到落地的注意事项，我们今天的分享即将结束。但请您记住，安全出行是一种日常习惯，不仅需要了解方法，更需要随时保持一份谨慎与智慧。从今天起，请为您的出行多添一份安心。很简单，下次值机时，不妨默默回想一遍这些要点。下次遇到换座请求时，可以自然地说，我们请工作人员帮忙看一下吧。将这些安全的意识和习惯融入每一次出行中，为您和家人的旅程增添一份保障。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请为我点赞，并分享给常出行的家人和朋友。如果您想持续获得这类实用信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有益的内容了。也欢迎您在留言区分享您的出行经历或心得，您的每一个故事都可能为他人带来提醒与帮助。我是赵雪，我们下期见。